27岁，来自湖北，是一名婚礼主持。有请。女嘉宾小黄，22岁，同样来自湖北，是一名化妆师。欢迎你，欢迎你们。这女孩子在问呢，你到底有没有别人？有没有？当然没有啊。你怎么就那么不相信他呢？主持人是这样子的，我们同事2年，每天在一起上下班。后来我就慢慢喜欢上了他，但是当时他是有女朋友的，所以我就刻意和他保持了距离。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得知他和女朋友分手了，所以我就勇敢的追求了他，他当时也同意了，所以我们就走到了一起。当时他和前女友分手多长时间？你追的？他和前女友刚分手1个月，然后我就开始追求了他。因为那个时候我可能心情比较低落嘛，然后他就每天陪着我，安慰我嘛，然后我觉得他这个女孩子特别好，然后之后他就跟我表白了，因为有一次我喝多了，然后他一直照顾我嘛，然后那一次他就跟我表白了，然后我后来就答应了。你趁他喝多表白啊？你看他那么瘦，身体特别不好，我就每天细心照顾他。有一次大半夜的，他胃疼给我打电话了，所以我就马上出去给他找药店。虽然当时觉得挺不安全的，但是毕竟是自己心里喜欢的人，所以我觉得为他做什么我都愿意。就是那一次我就特别感动嘛。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这个女孩特别好，然后我就基本上就是从心里已经接受她了。所以他一表白你就同意了。所以啊，当初是美好的，也是在他困难的时候走到了他的生活当中，帮他抚平了一定的伤痛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怎么就这么不愉快的来这儿了？可是后来相处久了，我发现我觉得我就是当初追他的时候对他太好了，把他给宠坏了，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对我一点都不在乎。我觉得我对你挺好的，没有什么不在乎的。那你说说你对我怎么好了？我每天下班还抽时间陪你逛街、吃饭、看电影，难道这样就不够吗？你觉得这些够吗？你有真正关心过我吗？你每天除了打游戏就是游戏，一打游戏就完全忘了吃饭，忘了喝水。每次你一打游戏，我就给你送吃的、送喝的，送过来之后你就只顾自己吃喝，完全也不关心我的生活。但是我打游戏也就1个小时来左右，也不是每一天都打，但是他就像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不停的打电话给我，然后信息完全就是不停，知道吗？然后信息的内容前面是抱怨我什么不出去陪他，不陪他逛街，不陪他吃饭，结果后面的信息很莫名其妙，知道吗？突然就跟我赔对不起啊，我打扰你之类的话语。可是我当时就是特别生气，所以才跟他发短信问他到底在干嘛，但是他又很久没有回复我信息，我怕他生气，所以我就跟他道歉。我要不是喜欢你，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我也知道你是在乎我，我每一次回家都会给他发信息说我已经到家了，然后跟他报一个平安嘛。但是有一次我跟朋友一起出去玩，然后恰巧那一次我手机是没电了，确实是真的没电了，他就像发了疯一样的跟我身边所有的好朋友打电话，这样让我很尴尬，知道吗？那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我一个人在家里，我收不到你的信息，你就不会用你朋友的手机给我发个短信报个平安吗？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件小事，我回家以后是可以跟你解释清楚的呀。但是我回家以后跟他道歉过了，他非但不听，直接跟我大吵一架。你发了疯一样的找他，你是担心他什么呢？因为后面我发现他和前女友就是一直都在藕断丝连，所以所以是担心他不回电话，有其他的隐情。对，因为是这样子的，有一次他喝醉了，他喝多了的时候，然后跟我说他和前女友要不是因为距离根本就不会分手。那是酒后的话，你能信吗？还有他前女友。其实我跟他只是普通朋友而已，根本就不是他想的那样。因为我只是随口一说，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呀。你们之间为什么会有金钱的来往呢？还有金钱来往？其实那件事我已经跟他解释过了，因为有一次他在飞机场，然后睡着了，可能误了航班，然后他就打电话向我求助嘛。这个时候他已经打电话了，难道我不帮忙吗？这是你分手前分手后啊？分手后，这个时候我已经跟他在一起了。可是你都是有女朋友的人呐，前女友一个电话，他难道就没有其他的朋友？他没有父母吗？他为什么不给父母打电话？凭什么给你打电话呀？但那样一个情节的情况下，他已经开口了，我作为一个男人，难道我直接拒绝吗？他刚
让你干嘛了？我就是给他打钱了嘛。他找我借钱，我就打给他。可是后面他还一直都关心他前女友，到哪里了，一直都在不停的发信息。你怎么发现的？后来我看他手机有那段聊天记录，所以发现。你都不知道删了？因为我觉得没必要删呢，因为我们两个在一起就是真诚一点嘛，没必要说这种其实就是普通朋友，我没必要去刻意去删掉，但每天就喜欢多想而已。可是我觉得他要是怕我多想，他就干脆不跟他联系了呀，为什么还要一直这方面那方面的联系？其实你每天就是把所有的关注点全部放在他身上，所以才会小题大做。自从那件事以后，不管我是上班也好，下班也好，他总是左一个信息右一个信息，不停的给我发信息。我见客户，我吃饭的时候，他也不停的给我发信息。难道我见客户的时候一直拿着手机，你觉得这样礼貌吗？可是我是因为太喜欢你，所以才会一直连着你啊。我当初追你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，你也没有说不喜欢要我改呀。我没有说让你改，我只是说希望你稍微独立一些，不要每天黏着我，这样让我接受不了，知道吗？你和前女友现在还来往吗？现在基本上不来往，因为自从那件事之后，我已经全部跟他解释过了。他们会有联系，而且他朋友和他女朋友也是朋友，所以偶尔有时候我和他朋友还有他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，他朋友也会在我面前提他前女友的事情。有一次我们去一个餐厅吃饭，然后他朋友就说，这不是你和你前女友经常来的地方吗？那我当时就不乐意了，我说武汉市这么多餐厅，你为什么偏偏要带我来这一家呢？那一家不是离我们家都比较近吗？我只是为了方便而已啊。去前女友去个餐厅，我倒觉得不说也无所谓，但你那朋友是怎么回事啊？因为我那群朋友跟他也是好朋友，难道我去阻止别人去联系吗？那我不可能去阻止别人。最关键的是，当你的朋友说了以上这段话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跟你的朋友说，哎，别乱说，我现在已经换了女朋友了。我当时就制止了，然后我后来私下还跟我那群朋友都已经说过了的，我说以后不要在他面前提这个。他制止了吗？他有没有制止我不知道，但是他朋友还挺过分的，还后来在我面前说是背对着他跟我说的，说他前女友现在单身了，还想跟他复合。哇，我觉得这种朋友真的是交不得。但这种事我完全不知道呀，你都没有跟我说过这件事。那你没去跟这前女友谈谈呀？他前女友倒是挺主动的，他背着我用微博小号跟他互动，然后他前女友很过分，你知道吗？还把他俩互动的截图私信给我，我觉得这就是在公然挑衅我呀。截图啥了？截图就是说你起床了没呀？然后今天都干嘛了呀？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话私信发图给我看。你怎么回应的呀？这前女友？他那群好朋友更可笑，直接在他微博里面直接去骂他。我觉得你这样对我好吗？你女朋友就该骂呀！我朋友有什么错？完全就不跟我讲，我朋友他们也是对我打抱抱不平，对不对？但是明明就是他前女友先来招惹的我，到头来他却数落我。但是我俩的事就不能我们自己解决吗？非要牵扯到外人吗？可是你每次一提起他就在偏袒你前女友，我觉得你要再这样继续下去，我们就不要在一起了。所以你觉得坚持不下去了吗？对，我觉得我这样子很累，因为每天都是我主动嘘寒问暖，但是他呢，每次一有什么事情，反正之前的事情发生了，他都派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，我就特别气愤。我平常就喜欢稍微安静一点，但他就是我觉得他太过于黏我了，每天不管我出去到哪里，他都是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，然后现在担心到什么，我出去跟好朋友一起出去，他都不打电话了，直接发视频，他直接一个视频弹过来，知道吗？然后让我现在觉得有点太过于黏我了，然后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我什么气管炎之类的，我觉得我太没面子了，在朋友之间。即便是这样，你还是忍了是吧？因为我是喜欢他呀。你喜欢他什么呢？我喜欢他的所有啊，我就要接受他的所有啊。哎，你这多矛盾呀！刚说他太黏受不了，你又说喜欢他的所有。但是我希望他可以改变是更好呀。他不能变呢？不能变也是我喜欢的呀，我喜欢就一定会喜欢呀，我不能说去强迫他改变，我只能说今天来到这里的话，我希望可以解决问题。就你是准备继续包容的，但是姑娘反而觉得忍不了了哈，她不够主动，不够热情。对，好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听听我们智慧的老师怎么来解决你们这小情侣的不大的问题哈。来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
有过前任的阴影，你想让现任的女朋友很快的走出来，对你就这么死心塌地的相信，要付出比普通人更多的代价。你女朋友之前对你热，你比较冷，现在她希望你能够改变，其实你变了，对不对？但没有达到她希望的热度。但事实上，想达到你希望的热度是不可能的。你拿一杯热水，你往里头兑一点冷开水，结果一定是变成温的。就是说你会慢慢的降一点度，他会慢慢的升一点度，你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这样就会很和谐了。你不能要求他像当年的你，那是不可能发生的。是这样的啊，我们都年轻人啊，谈恋爱很有意思。就是说我一直在觉得在爱情里面，谁多爱一点，谁就输了。他跟前女友分开以后，然后你觉得不错，然后你赢了，你把他争取过来了，然后你就一直觉得怕失去他，你就一直在，你今天吃了吗？你现在想我吗？然后马上他没回你说，哎呦对不起啊，我错了，哎呀我那个我不应该打扰你。其实这都是你自己心里在作祟，他只是在那打游戏，我也打。我打的时候是全神贯注的，我身边的哥们儿全都是这样的。我女朋友也这样，我在打游戏呢，我没有时间，我正在联盟，我正在，你不要来打扰我，男生是需要有这样空间的。然后这时候你就在那边自己像疯了一样，这块开始想呀，他发生什么事，我跟谁在一起了，然后你越想越难受，越想越受不了，然后你就开始自己在这儿在作。他这边其实什么事儿都没有，就像他刚才说。赶快也不发微信了，也不打电话，哐当一个视频推过来了，烦死了！我也有这种烦死了，我有逆反心理的。反正我是这样，我女朋友越这样，我越不想让你知道，我越不接，我越不这样。我觉得我太累了，然后我被人束缚着，因为我觉得我的私人空间完全就没有。对，对吗？怎么拿住他，不在乎他，藐视他，不搭理他？在爱情里边一定要做有个性的自己，让他来追你，把你自己提高你自己，让你变得有魅力，让你自己具有吸引力。涂老师，米娜那个形象的比喻，我觉得说的非常精准。往温水里面倒点冷水，达不到温水的高度，只能够综合起来，整体温度下降。这就像在爱情生活当中，两个人能够得到的幸福感，往往取决于付出的少的那一方。比如说，你爱他8分，他爱你5分，你们实际得到的幸福就只有5分，剩下的3分在你那儿变成了遗憾，在他这儿变成了愧疚。所以，大部分爱情生活当中很难找到彼此都是炽热的。我爱你和你爱我是一样的，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区别。我认为解决的唯一方式就是，你是否执着于这3分的遗憾，觉得不甘心，他是否认为自己足够安分，这就成为你们最后是否能够在一起。如果你执着于自己的遗憾，我就不甘心，凭什么我多付出这3分，我就要原来的热度，你们就不可能在一起。如果这3分在他这儿形不成愧疚，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好愧疚的，当初就是他追的我呀，我就应该享受，我没有愧疚啊。你们也不能在一起。在一起的唯一的条件，就是你甘心于你的遗憾，他安分于他的厚道，你们这样的人才可能在一起。很多人以为在对方刚刚分手，在痛彻心扉的时候是最薄弱的时候，我应该去温暖他，这样的话我更容易下手。当一个人完全的防御机制和人没有恢复到正常的状态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去介入，你说你是不是叫趁火打劫？所以我说不要趁火打劫，否则会为火所伤。而对于那些刚刚分手就马上进入下一段恋爱的人，我只想说，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，否则会因为错爱而更加寂寞。就这样。谢谢3位老师。谢谢老师们。也别太气馁，有人快热，有人慢热，但未必他真能热得起来。所以想在爱中找到平衡，太难了。老师们的建议，好好去想一想，好吗？来，接下来我们进入黄金60秒。
亲爱的，其实我们在一起1年多，我知道有很多的矛盾还有误会，但是我都尽量去改了。我也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，给我一些时间。我们2年同事在一起的时间也说长不长，说短也不短，1年多了。我觉得我就是太主动了，喜欢你那么多，可是我从来都感受不到你对我的在乎，所以我现在真的挺纠结的，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。从此以后，其实我真的有做改变，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些时间好吗？好，时间到，请亮灯。我特别想跟你说啊，其实我知道你心里有那个过去他的影子。他觉得委屈，你看啊，他哭觉得他委屈，是因为我真的努力的去做过，我真的努力想改，我真的想改成你所想要的那个样子。但是在刚才的对话看来，其实我还是悲观的觉得他依然执着于要他的那个标准，但他真的很难达到，他已经很委屈了。但也许在你心中啊，你在乎他，但是没有他在乎你那么多。当有一天真的失去了，也许你才会发现自己原本可以做得更好，因为他是真的那个值得你在乎的人。好吧，明白他的眼泪吗？姑娘，真诚的啊，好好思考一下。2位请回去吧。请关门。其实男孩子眼泪啊，我有一些意外，因为听他们整场的讲述，似乎这个女孩更爱他，更该流泪，舍不得这段感情。但是我相信呢，女孩子1年多对这个男孩一贯的热情的付出，我相信男孩是真的被打动了，只是他还没有恢复好爱的能力，所以他恳请女孩多给他一些时间。我们说时间是一切问题的解药，但有时候时间反而会消磨2个人情感当中的意志。请开门。谁还记得是谁伸手永远的。这个意料之中的。刚刚在门转之前，我就在跟郭老师说，我说往往模式都是这个样子，一方不停的爱呀爱呀奉献，就像油门轰大了，油就主动耗光了。突然有一天先撒手的是女生。怎么哭成这个样子呀？当我出来，我看到他不在的时候，我真的心很痛。小伙子，我要是你，我就不哭，因为这一个空落落的门，在我看来它是机会。这个机会就是说，当初我怎么追的你，我怎么勇敢的把你变成我的男朋友的，今天你就得同样的勇敢的再来把我的心俘虏回来。说实话，女孩子离开啊，我很遗憾，我觉得她没有坚持。她当初爱的那个你和今天站在这儿的这个你没有区别，甚至今天的你比当时的你还要好一些。有时候我们说，可能姑娘希望的是爱的轰轰烈烈，但有另外一种爱叫岁月静好。你们太年轻了，至少女孩要的不是这样的静好。今天我能来到这个舞台，我是以为能够解决了，其实我发现我慢慢的对他不只是喜欢，而是开始真的是爱他。你跟我们说没用啊，找他说呀。所以说我要说的就是，我一定会把他追回来的。好，支持啊，加油！